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人类历史从来都不是线性发展的，有时几十年的日子一成不变，但有时几周就彻底改变历史运行轨迹。这样的历史断层时刻，让我们有机会在第一时间体悟混沌中人类社会的运行状态，以及人性如何展现。而且这也是一个帮助我们验证和校正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视角的绝佳机会。目前的叙利亚就处于这样一个历史断层时刻。在过去50多年中，叙利亚基本是由阿萨德家族独裁控制的。在过去7年中，它更是一个被世界遗忘的角落。但11月底以来，这里发生的突变却在颠覆这50多年的政治格局，给叙利亚的未来带来的是一种希望和恐惧交织的混沌。同时也会给中东以至整个世界的地缘政治带来巨大的冲击。叙利亚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它处在中东的中心。如果你感觉中东如一团浆糊，那我要告诉你，叙利亚是中东这团浆糊中的浆糊。世界上最难调和的矛盾是源自种族和信仰的矛盾，而叙利亚一个地方就拥有多种源自种族和信仰的造成你死我活的冲突的因素。叙利亚的主体民族是阿拉伯人，约占叙利亚总人口的90%，他们大多数信仰伊斯兰教，其中逊尼派占总人数的约70%，什叶派是少数，占总人数接近20%，其内部还有不同的子派系。统治叙利亚50多年的阿萨德家族就来自什叶派的阿拉维子派。虽然这个阿拉维派是叙利亚人中绝对的少数派系，但是在阿萨德政权下，他们却在政府中占据着大量的重要位置，控制着安全部队和军队的关键部门。例如，叙利亚总统的弟弟就负责领导叙利亚的精锐部队共和国卫队和第4装甲部队。总统的妹夫曾经担任叙利亚军队的副总参谋长。有人可能感觉这种少数族裔控制多数人的权力模式有些不可思议，但是这种情况在世界史上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而且还往往会产生出一些相对比较长期的统治模式。因为这种模式如果能控制好，它往往可以形成一种互相制约的动态平衡。例如阿萨德家族在叙利亚就已经统治了50多年了。中国的清朝也是少数的满族人对多数的汉族人的统治，而清朝却持续了近300年，在中国历史上也不算一个短命的朝代。当英国人在世界各地控制大量殖民地，成为日不落帝国时，英国甚至有意在利用这样的一个模式来控制它的各个殖民地。在印度，英国当时就有意给印度当地的少数群体穆斯林人群更多的权利和机会，让他们来帮助英国人管理人数众多的印度教徒。在非洲卢旺达，在英国殖民期，英国人就有意重用肤色比较浅的少数派的图西族来管理占卢旺达社会多数的胡图族。当然，这样的社会权力分配模式如果不能兼顾社会公平和正义，也往往会成为一个积累社会矛盾和仇恨的过程。如果走向极端，就可能是惨绝人寰的种族仇杀。例如，在英国人离开印度时，印度就发生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种族仇杀，最后导致原先的英属印度分裂为印度和巴基斯坦2个国家。1994年，在卢旺达发生了震惊世界的胡图族对图西族的种族大屠杀，100天中80万图西族人被以极其惨烈的方式屠杀，尸横遍野，宛如人间地狱。回到叙利亚这个话题上，从种族上讲，除了主体的阿拉伯人外，叙利亚还有分布在北部和东北部地区的库尔德人，分布在北部的土耳其人，在南部的德鲁兹人，居住在大城市的亚美尼亚人，还有亚述人、雅茨低人和犹太人等族群。从宗教上来讲，除了主体的穆斯林外，叙利亚的基督徒约占总人数的10%，他们又分为不同的教派。听到这里，大多数观众朋友可能都会感觉到有点晕，记不住这些细节不重要，我列举他们就是想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
叙利亚的种族和信仰状况非常复杂，而正是这些种族和宗教因素引发了中东和世界的各大势力对叙利亚的事务的直接干预。当今叙利亚的状况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运动的直接后果。当年在阿拉伯之春运动的鼓动下，叙利亚人积累已久的对阿萨德家族独裁统治的不满情绪大爆发，各地爆发示威，要求阿萨德政治改革。但是阿萨德政府对示威的回应却是残酷的武力镇压。当时每周都有政府武装枪杀示威人群的新闻报道出来，结果是叙利亚民众对抗情绪不断升级，最后和平示威逐渐演变为全国各地的武装反抗。反对派组建起来一个自由叙利亚军，与叙利亚政府军正式开始打内战。到了2013年，随着内战的升级，反对派内部出现了分裂，代表不同种族和信仰的形形色色的民间武装力量不断涌现出来，其中不乏极端组织。内战演变成混战，阿萨德政府军、各种反对派武装、极端组织等打成了一锅粥。恐怖武装势力伊斯兰国 ISIS 趁乱快速崛起，在极短的时间内占领了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片领土，在中东实施极端恐怖的暴力政策，并把影响力投射到西方国家内部。ISIS 的出现让西方各国非常担心，于是2014年，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开始针对叙利亚境内的 ISIS 目标进行空袭。但是美国联军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非常克制，目标只是 ISIS 这样的恐怖组织，回避直接参与叙利亚的内战。和美国暧昧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伊朗和俄罗斯对叙利亚的内战的介入就非常直接。我们前面提到，阿萨德家族属于什叶派，而中东地区什叶派的龙头老大是伊朗。因此在叙利亚的这场群殴中，伊朗首先跳出来支持代表什叶派利益的阿萨德政府。但是伊朗和叙利亚并不接壤，伊朗也不方便直接派军队帮助阿萨德政府，但是叙利亚的西南部却和黎巴嫩接壤，于是伊朗就派自己扶植的什叶派武装黎巴嫩真主党出兵叙利亚，和阿萨德政府并肩作战。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介入直接挽救了濒临崩溃的阿萨德政府，也让伊朗和真主党对自己的军事能力信心大增。在过去1年多，黎巴嫩真主党敢于挑起和以色列的直接军事冲突，一个主要因素就是他们在叙利亚内战中建立的自信心。但是在战争这个问题上，自信的太上头了，那可能是个要命的问题。在过去几个月，我们也都看到了，一旦以色列从加沙地区腾出手来，开始对真主党动真格的了，真主党就立刻被打得满地找牙了。那些自信的真主党头头脑脑们，幸运的现在躺在医院里，不幸的就现在躺在墓地里。不过真正让阿萨德政府军在叙利亚内战取得决定性胜利的，还是俄罗斯的介入。俄国在叙利亚的西部地中海港口城市塔尔图斯市设有一个军事基地，这个军事基地对俄国在地中海地区施展它的影响力至关重要。它位于支持阿萨德家族的什叶派聚集地。如果俄国希望维持这个军事基地的现状，保证阿萨德政府在叙利亚的统治，是最直接和稳妥的方案。而且2014年能够兵不血刃吞并乌克兰克里米亚的普京，想成为俄国现代彼得大帝的情绪直冲脑门。因此当2015年阿萨德政府向俄罗斯求救时，普京欣然答应，正式军事介入叙利亚内战。俄军给阿萨德政府带来了真主党民兵不可能提供的空中优势。俄军对叙利亚反对派武装阵地的狂轰滥炸，立刻就扭转了阿萨德政府军的劣势，使政府军在阿拉坡市等关键战役中取得决定性胜利，重新控制了叙利亚的主要城市，把叛军压缩到一些狭窄的边境地区。阿萨德政府军和反叛军之间的战斗主要是在叙利亚的中西部和西北部进行的，而叙利亚的东部和东北部当时主要是由恐怖势力
伊斯兰国控制的。在很长一段时间中，阿萨德、伊朗和俄罗斯联军有意回避和 ISIS 发生大规模正面冲突，因为伊斯兰国在那些地区和当地叛军发生冲突，而且牵制了所有美国的注意力。美军当时在叙利亚的主要目标就是伊斯兰国，而美军的主要军事策略就是援助盘踞在叙利亚东北部的各种武装力量，和他们合作攻击伊斯兰国。在美军的撮合下，叙利亚东北部的各派武装力量组成了一个叫叙利亚民主力量的军事联盟。在这个军事联盟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武装力量，叫库尔德人民保卫队。这是一个库尔德人谋求自保的武装力量。在叙利亚内战初期，库尔德武装曾和反阿萨德政府军的叙利亚自由军合作，但是很快库尔德人就发现，在叙利亚自由军中，不是每个组织都是对库尔德人友善的，和他们合作推翻阿萨德并不能保证自己民族未来会得好，因此保存这个实力才是硬道理。于是库尔德武装后来就不再参与反政府武装的战斗了。再往后，他们甚至还和一些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发生了冲突，其中原因我们下面会解释。2013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崛起后，库尔德武装被美国看中了，以军事援助为条件，他们就加入了美国组织的叙利亚民主力量军事联盟，成为打击伊斯兰国的核心力量之一。经过多年的征战，2017年在川普任内，叙利亚民主力量攻克了当时伊斯兰国的首都拉卡，让这股恐怖势力从此走上衰落的道路。而库尔德武装隶属的叙利亚民主力量也在消灭伊斯兰国的过程中，逐步控制了叙利亚东北部近1/4的领土，包括幼发拉底河以东拥有大量油田的大片区域。到2018年，阿萨德政府在真主党和俄罗斯的帮助下，已经稳稳地控制了大城市集中的叙利亚西部地区。此时，在幼发拉底河以东的大片区域上，伊斯兰国已经基本被消灭了。这里的大量油田让阿萨德政府和俄罗斯看在眼里，藏在心里。于是，他们决定对叙利亚民主力量控制的这个地区发起一轮进攻。但是，阿萨德和普京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这个行动却激怒了美军，从而引发了冷战之后美俄之间在战场上的首次致命冲突。2018年2月7日晚，约500名阿萨德政府军和俄国瓦格纳雇佣兵向叙利亚民主力量位于哈萨姆镇的总部发动进攻。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在他们攻击目标不远的地方就有一个美军基地。美国情报显示，在进攻部队中好像有俄国武装人员，于是按照美军和俄军此前的约定，美军拨通了和俄军高层的热线，询问是不是有俄军在向美军基地攻击前行。不知当时接电话的俄军国防部高官是真不知道瓦格纳兵团参与了这次进攻，还是他们有意装作不知道。反正他对美军的回答是，俄军完全没有介入这次军事行动。美军一听到俄国这样回复，那就不客气了，这可是你说没有俄罗斯介入。于是美军这边就放开招呼各种致命武器，什么 F-15轰炸机啦，什么阿帕奇直升飞机啦，什么 M777 榴弹炮啦等等，对着阿萨德和俄罗斯联军的位置就是一顿狂轰滥炸。阿萨德和俄罗斯联军还以为自己的对手是手持冲锋枪的叙利亚民主力量呢，他们哪里想到会遭到美军这种劈头盖脸的致命打击。一通震耳欲聋和血肉横飞之后，500多人中100多人立刻就没命了，剩下不是带伤就是被吓傻了。事后阿萨德政府是用这样的词汇来指责美军的：美军对我们的部队进行了残酷的屠杀。而瓦格纳兵团就更惨了，一方面那是他们当时在海外战场上一次性伤亡最大的，另一方面他们还不能哭出声，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了。因为
俄国国防部声称俄罗斯没有参与这次战斗。多个分析人员说，瓦格纳兵团头子普里格金和国防部的梁子就是从这个事件上结下的。普里格金认为，你国防部凭什么那么回应美军？那还不说，你明知道美军那么问的目的就是警告俄罗斯，美国要开打了，那你回应后也不通知我们瓦格纳兵团一下，结果让我们死伤了这么多兄弟。瓦格纳兵团和俄国国防部之间的矛盾在乌克兰战争被进一步激化，最终导致2023年6月的普里格金率领瓦格纳兵团阵前兵变，差一点攻入莫斯科。只要细细读历史，你会发现世间很多事情背后其实都有着某种联系。那次进攻惨败的后果是，阿萨德政府和俄罗斯从此不敢再对叙利亚民主力量占领的东北地区有任何奢望，因此叙利亚版图上各派系的势力范围从那时起就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谈到这里，我们漏掉了一个对叙利亚格局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国家，那就是土耳其。一方面，土耳其和美国都是北约成员国，按理说他们应该是军事盟友，但另一方面，土耳其和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有着直接的利益冲突。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土耳其的南部和叙利亚的北部大面积接壤，在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交界的山区中，生活着约2500万至3500万的库尔德人，也就是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和土耳其南部的库尔德人同根同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在过去100年中，库尔德人一直梦想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家或自治区。1978年，库尔德工人党成立，最初的目标就是在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交界处的库尔德人聚居区建立一个独立的库尔德国家。在土耳其政府的镇压下，从1984年，库尔德工人党开始在土耳其东南部与土耳其政府打游击战。这场战争一打就是40年，成为让土耳其政府最头疼的事情。就在1个多月前，10月23日，土耳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5人死亡，22人受伤。随后，库尔德工人党发声明，宣称对这次袭击负责，并表示这是为了报复这个公司生产用于袭击库尔德平民的武器。随后，为了报复，土耳其军方对叙利亚和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控制区进行了一轮空袭，摧毁了当地的发电站、避难所、仓库等多个目标。据统计，在过去40多年的库尔德工人党与土耳其政府的武装冲突中，已有数万人丧生。因此，土耳其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和他们接壤的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武装不断壮大，所以土耳其是想尽各种办法来削弱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势力。但是我们前面讲了，因为叙利亚的库尔德武装力量对美国在中东的反恐战争非常重要，所以美军一直在武装和支援库尔德武装，叙利亚的库尔德武装也因此不断壮大。土耳其这边是想尽办法防止叙利亚库尔德势力做大。一方面，土耳其会时不时对叙利亚的库尔德武装直接实施军事打击；另一方面，土耳其积极扶植叙利亚境内的反对派武装，鼓动他们攻击阿萨德政府的同时，也攻击叙利亚的库尔德武装。其中，土耳其最信赖的是一个叫叙利亚国民军的反对派武装联盟。土耳其对叙利亚国民军直接提供资金、训练和其他军事支援，而叙利亚国民军主要活跃于叙利亚北部和西北部地区，参与了多次针对叙利亚政府军和库尔德武装的军事行动。另一个和土耳其有合作关系，但关系不是那么紧密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组织叫萨姆解放组织。这次点燃引发叙利亚巨变导火索的就是这个萨姆解放组织。萨姆解放组织的前身叫努斯拉阵线，该组织于2012年作为伊斯兰国的叙利亚分支成立，并宣布效忠于基地组织。尽管他在2017年宣布与基地组织断绝关系并改名，但因为他当时的意识形态和恐怖主义行为方式和基地组织高度相似，在2017年他还是被
美国、英国、加拿大、土耳其等国定性为恐怖组织。不过，土耳其对这个组织的言行非常矛盾。一方面，土耳其把它定性为恐怖组织；另一方面，土耳其又允许这个组织在叙利亚北部和自己接壤的地区稳定发展，包括实施一套自己的统治和法律体系，建立一个事实上的自治区，形成叙利亚北部最大的反政府武装等等。据说土耳其政府对沙姆解放组织在土耳其的银行建立账号、进行经济交易等行动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土耳其的这个矛盾态度，专家的解释是，土耳其可能是指望盘踞在叙利亚西北部的这个沙姆解放组织以后会和盘踞在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武装打起来。2024年12月初，土耳其推动他支持援助的叙利亚国民军发起了一个名叫自由黎明的军事行动，目标是攻击和夺取叙利亚东北部库尔德人地区。而几乎和这个自由黎明军事行动同一时间，萨姆解放组织出人意料的突然对叙利亚北部的阿勒颇市发动了进攻。阿勒颇是叙利亚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是叙利亚的第2大城市，也是当年反阿萨德政府势力占领的第1个大城市。阿萨德政府从2012年开始和叛军就在这里激战了4年，最后在俄国空军野蛮轰炸了1年后，才最终在2016年从叛军手里夺下了它。当时城市中众多的历史遗迹和基础设施都被俄国空军轰炸夷为平地。在萨姆解放组织近期发动战争前，这个城市是由阿萨德政府军和俄罗斯联军重兵把守的。原本大家以为沙姆解放组织对阿拉颇的进攻就是摆一个姿态罢了，但万万没想到，在沙姆解放组织的进攻下，阿萨德政府联军没几天就全线崩溃。这其中有多方面原因。首先，阿萨德政府军因为长期被拖欠工资，军心十分涣散，没人愿意给阿萨德政府卖命。其次，俄国负责指挥驻叙利亚俄军的指挥官基塞尔中将是个出了名的草包将军。在2022年俄军突然全面入侵乌克兰时，他的任务是指挥俄军第1近卫坦克集团军进攻乌克兰北部紧挨俄国边境的哈尔科夫地区，然后和俄军其他部队在基辅会师。但是基塞尔的部队不但对哈尔科夫久攻不下，最后居然被人员和装备远不如俄军的乌克兰守军给击退了。可能因为他的军事指挥能力太差，随后他就被派到都以为不会再打仗的叙利亚，结果就出现了我们前面讲的俄军不堪萨姆解放组织一击而全面溃败的场面。俄国高层面对这样的羞辱，立刻宣布解除了基塞尔的中将职务。而阿勒颇被闪电般攻下，还有第3个原因，那就是据说这个萨姆解放组织的领导人乔拉尼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物。在过去这些年，他全力把沙姆解放组织打造成为一支纪律严明、作战勇猛的部队。另外，他非常会使用舆论，在表面上，他把这个组织的意识形态变成了伊斯兰教义和民族主义的融合。在最近 CNN 对他的一个采访上，他说他希望建立一个权力分享的叙利亚，由一个充分尊重叙利亚种族、宗教和教派多样性的委员会来统治叙利亚。在这样的舆论宣传背景下，在战场上，他进一步使用政治手腕，对阿萨德政府军的一些部队进行攻心战，最后成功让一些政府部队叛变到他这边。两军交战能让敌方部分部队临阵投降，没有比这更让敌方军队士气一落千丈的了。随着阿萨德政府军在阿勒颇的溃败，随后的一周，兵败如山倒就在叙利亚全面开始上演。从北往南，阿萨德政府一路溃败，萨姆解放组织的军队在后面一路追击。在阿勒颇快速陷落后，叛军在下一个城市哈马几乎没有遇见任何抵抗。随后叛军继续南下，又快速攻入第3座城市霍姆斯。在叛军逼近霍姆斯时，霍姆斯政府情报部门在
他们的屋顶上大量焚烧文件，然后快速逃离。霍姆斯是连接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和西部海港的咽喉要道，是历史上阿萨德政府获得俄国从海上给他补给的咽喉要道。叛军攻到这里，就是锁住了大马士革的咽喉。萨姆解放组织的这番闪电攻击和惊人的胜利，让叙利亚各地反叛力量都看到了阿萨德政府已经溃不成军的状态。于是，一时间，反叛力量在叙利亚各地要么是揭竿而起，要么是组织力量对阿萨德政府军开始反攻。在叙利亚的北部、东部、中部、南部，到处都传出叙利亚政府军被击退、城镇被反政府武装占领的消息。特别是南部德鲁茨人武装部队的攻击，迅速在叙利亚南部占领了大批土地，并从南部直逼大马士革。这样就形成了南北两个方向对大马士革的合围的态势。阿萨德政府溃败的这么快，把过去10多年一直支持阿萨德的伊朗和俄罗斯都给搞不会了。别说他们没时间帮忙了，按现在这个情况，这两个国家就是想帮也无能为力，因为他们现在都是自身难保的状态。另外，伊朗的大马仔珍珠党现在也是半死不活的，也不可能再来帮阿萨德了。现在俄罗斯和伊朗一边大量撤离自己的军事人员和公民，一边告诉阿萨德，你就自求多福吧。截止我12月7日做这个节目的时刻，虽然大马士革还没有被叛军占领，但是大马士革已经非常诡异了。惶恐不安的阿萨德政府支持者乘坐满载物资的车辆逃往沿海地区，居民们纷纷抢购食物和必需品，超市货架也早已被市民抢购一空，物价飞涨，自动取款机也没有了现金，许多商店都关了门，在冷冷清清的街道，不时能听到城郊外传来的爆炸声。虽然叙利亚内政部长坚持说大马士革的防守固若金汤，阿萨德还坚守在大马士革，但是已经没人再在意他的这些说法了。几乎在每个叙利亚人的心中，这个统治了他们半个世纪的家族政府，在这个历史断层的时刻，好像一下子什么都不是了。川普在 X 平台上就此事给拜登政府的忠告是：这不是我们的战争，让他们自生自灭吧，不要介入。是的，这虽然是一个不关世界大部分国家的事情，但是整个世界都将面临这个事情的后果。因此，从叙利亚的近邻土耳其和以色列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包括美国，都在密切关注着叙利亚事态的下一步发展。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这个频道。